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九哥，我现在是在广州。车子的事情，已经告一段落了。昨天晚上呢，我同学就来提车，开回我们的老家市区了。他是这样子跟我说的，这个车子呢，现在是有问题。他说他也不知道具体哪里有问题的话，他就是开回去免费帮我全面检测。如果说有问题的话，他就帮我免费维修。然后他还承诺了3个月内，如果说我开车除了不是人为之外也不是事故之外的话，如果说我开车正常，突然出现哪里有问题的话，这种情况他就可以无条件的给我原款退回来。1分钱不要，他是这么给我承诺。当时我是打电话的，然后我也把录了音，这个收集了他当时给我承诺的这些内容。其实我本意呢，就是说，想是把这个车子直接退回去给他的，但是他不接受，因为他车子从前前后后就是到我手这里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嘛。按理来说1个多月的时间我是可以把这个车子退掉嘛。然后他说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车子他拿回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他就这么给我保证。然后现在就是，先拿回去维修这个情况了。因为也是同学关系在这里面，有些东西如果说闹得太僵化，对大家也不好，所以有时候就一人退一步这样子做吧。我觉得是，全款退来这个可能性不大，因为他毕竟是做生意的，对吧？他好不容易才就是有一个客户赚一点钱，不可能原价退来的，这个也是机会不大。然后就现在就这么定嘛，按他的要求说先修回来给我。我问了下，他说大概要个1个星期左右，全面检测，他给我检测好再送回到广州这边给我。所以车子的事情也就这样了。反正车子从买下来到现在的话，事情还是蛮多的，天天都是为这些小事情而烦恼，挺烦的。现在我真的是特别后悔，把这个钱已经给出去了，收回来是很难的。算了，这个事情就等他后面回去回来之后给我看一下是怎么的一个结果。接下来呢，我又准备去香港了。今天我就是去那个签证了，续签去香港的15块钱那个续签费。之前去了2次香港嘛，都是去那边玩的。这一次去香港呢，是想办一张香港的那个银行卡。因为上一次不是我有个做自媒体的朋友，他不是去香港那边办了那个叫永隆招商银行，还有那些中信银行，他说可以办，然后他就跟我说叫我也去办一个。我本来是不想去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就是抓那个什么诈骗的，电信诈骗是挺猖狂的嘛。我们内地的这些公民呢，他的这个每张的一个银行卡上面都是受限额的。我银行卡是有11、2张，但是呢，里面都是没什么钱的。有一些是经常用的那1、2张卡呢，它都已经给我限额了，就是每天的限额是2000块。最多一张那个是5000，就是说你想用多一点话，买个什么大件的东西，可能这个钱是动不了的。像我上次不是给了2万块钱买车子的吗？转给我同学之后，我那张银行卡就已经被那个啥，被冻结了。因为以前都没有出现这么大的额度去转出转入嘛，突然有一天你就大额转出的话，就是被误判为你这个卡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事，银行就给你冻结的。一旦你的银行卡被冻结了，还是挺麻烦的，要去银行，
要去银行去解冻嘛，去银行解冻嘛，排队还是排了一个大上午，还是挺多人的。现在很多人去银行处理事情都是为了冻结这个卡的原因的，所以我想来想去，还是去香港那边办一张香港的银行卡。如果说后面有什么基金的话，可以存在香港账户里面，比较安全一点。就香港的账户跟内地的账户的话，还是不受控制的。这样子的话，你这个钱还是挺好的，放那边。听说香港那边的那个存钱那个利息还是蛮高的，去到5、6个点是吧？像我们内地存款的话，才一个8、2个点左右，很低的这个利息。虽然我钱不多，但是也可以先准备一下这些，这个方案也还不错的。我刚才是骑车来这里的，在我们这个湖这边呢，挺安静的，这个环境蛮好的，好多人在这边钓鱼。香港的朋友，你们的银行卡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如果有一天你的银行卡里面突然大额转账的情况下，你们的卡会不会被银行冻结？这种情况出现，反正我们这边内地这种情况还真的挺多的。我也想过要不要办一张新加坡的卡，还有香港啊这些就是国外的一些银行卡嘛。但是听说这个办卡这个要求还是蛮多的，我们的身份 ID 是在内地的嘛，他们是不接受我们。我也在那个网上面咨询过这些中介，他那些办香港的中介那个费用好像是要1800到2000，太贵了这个费用。如果说是300-500块钱这个中介费的话，我可能还是愿意接受的。他们说现在去香港那边办卡的话，就是在手机上面下载那个银行 app， 然后去人脸去银行那边验证就可以了。他们是这么说的，我具体是不是我不知道。那我就明天就出发去香港了。这次去香港呢，我们是从广州到深圳罗湖，然后从深圳罗湖呢再坐地铁直接到香港那个上水那边。上水那边我还没去过，前面去2次呢都是走那个香港九龙那边到的，都是去尖沙咀啊市中心里面嘛。像那些上水那边比较经济落后一点偏一点的地方，我们还没去过。这次就换一条路线，可能去那边感受不一样的香港。自从我买了车子，然后又租了一个房子，1000多块钱一个月，然后前后后加起来，我一个月的开支还是蛮高的。然后现在这1、2个月的我影片的播放量很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，然后没什么收入，我又揪心着想去要不要去找份工作什么的。因为车子一个固定开支是一个月租费要的，油费，平常现在又出现什么杂七杂八的问题，检修一下又要钱。然后我租个房子一个月是1000多块钱，然后还有生活上面用的开支还是蛮多的，然后收入不稳定，但是看了最近裁员还是蛮多的，所以这一次等我去完香港那边，到时候再决定吧。好了，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香港见，拜拜。